中国强势后，美国开始软硬兼施，反霸大旗已立，美债会继续抛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严树军，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。中国主动出击后，美国倒开始软硬兼施了。耶伦希望中国能增持美债，很可惜中国做不到。反霸权大旗中国立了，美国国债中国也会继续抛。最近中国在外交、军事、经济等方面不断主动出击，一改以往的防守反击政策。大家能感受到这种变化，美国自然也有所察觉。在中国态度逐步强势后，美国开始软硬兼施了。最近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频繁释放想访问中国的信号，虽然中方友好地表示了欢迎，但也没有再进行更多的回应。很显然，耶伦是看上了中国的钱袋子，希望中国能帮美国经济兜底儿。但很可惜，如果往前推20年，中国可能还会帮上一帮。但现在中美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好谈的了。美国现在的内部问题很大，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，至少美债已经是一个两头难的处境了。一方面，美国国债达到了31.4万亿的上限，财政部没办法再继续发行美债，也就意味着美国没办法空手套白狼了。另一方面，中国过去1年减持了1700多亿美元的美债，如此持续大规模的减持，让耶伦看得触目惊心。过去1年可以算得上一场抛售美债的大浪潮，在日本和中国2大美债持有国的强力抛售下，几乎国际上的主流国家都在抛售美债。但据最新数据显示，日本不仅停止了减持美债，甚至还增持了178亿美元。很显然，美国在背后肯定操纵了一番，无论是威逼还是利诱，总算是把日本给搞定了。搞定日本对美国来说不是什么难事，但还不够，因此耶伦就找上中国了。明面上是呼吁重建中美经济对话，言外之意，中国别再抛美债了，跟日本一样重新再买入点，咱们好好搞经济。但当前的中美博弈形势可不是一个美国财政部长说1、2句就能够左右的。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，美国财政部长急得火烧眉毛，完全不妨碍美国军方给中国上眼药。耶伦这边想着跟中国沟通，那边美军的战略轰炸机接着就开到了中国的家门口挑衅示威。美国空军的 B-52H 战略轰炸机在 F-22战斗机的伴飞下，在日本海附近结结实实地秀了一波肌肉。这是秀给日本看的，还是中国看的，显而易见了。所以中方不回应耶伦的对话请求，完全是有道理的。中美关系已经是不可调和了，美国的1、2句缓和的声音，并不能改变美国对华战略的步步紧逼。在这种恶劣的外部环境下，耶伦想要中国增持美债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而且，今年中国美债持有率恐怕还会进一步缩减。美国的对华言论和动作越来越紧急，这是摆在明面上的。中国自然得规避风险，谁知道哪天美国被逼急了，能干出多么没有底线的事情？俄罗斯就是最好的前车之鉴。美国一直想跟中国维持斗而不破的状态，但现在中国不答应了，把中美博弈的最后一层窗户纸给捅破了。一篇洋洋洒洒几千字的美国霸权报告和一篇字字在理、句句诛心的全球安全倡议，就是当前中国的态度。反霸权的大旗中国立了，美债中国也还会接着抛。美国少做点不切实际的美梦。好，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